想象一下，我们身处某个平行宇宙，这一次呢，西斯廷的教堂烟囱不会喷黑烟，也不喷白烟，取而代之的是冲天的金色烟花。广场等待的人群一脸懵逼，而我们新晋的教宗特朗普已经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发了一条推特：刚刚赢下一场伟大的选举，让梵蒂冈再次伟大。一边是拥有2000年历史、象征神圣与传统的梵蒂冈，一边是自带流量、语不惊人死不休，把政治完成真人秀的特朗普。这两者的奇怪结合，全都拜白宫发的这条推所赐。图片中，特朗普穿着教皇的长袍，带着主教官坐在宝座上，感觉非常的魔幻。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艾森今天偏偏要来认真探讨一下，如果特朗普成为教宗，将会上演怎样一出颠覆我们想象的政教奇观。不过说实话，比我想象当中更有意思。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教宗到底是怎么样选出来的，特朗普有没有可能成为教宗？大家可能都见过这个非常著名的场景呢，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的烟囱冒出白烟，然后广场上万众欢腾，新教皇诞生了。这个过程就叫做秘密宗座选举，规矩极其严格，所有不满80岁的红衣主教关在西斯廷的教堂里面与世隔绝，反复投票，直到有人拿到2/3的选票。选前呢还要发誓保密，谁泄密就会自动开除教籍。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庄重，特别神秘呢？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再神圣的仪式也挡不住人性的弱点跟权力的诱惑。文艺复兴时期选教皇简直就是一场高风险的权力游戏。比如说臭名昭著的博尔吉亚家族，那一位罗德里戈·博尔吉亚，为了当上教皇，据说动用了4头骡子头的白银去贿赂关键人物。这位教宗亚历山大6世上位以后，裙带关系奢靡腐败，博尔吉亚这个姓氏几乎成了纵欲跟任人唯亲的代名词。还有我们这个梅第奇家族的教皇梁14，把教廷当作是私人金库，生活极度奢华。他曾经有一次在一个仪式上就花费了教廷储备的1/7。也正是这位教皇为了募集资金修建圣彼得大教堂，批准大规模销售赎罪券，宣称信徒只要肯掏钱就能够减少甚至免除灵魂在炼狱当中的惩罚。这个本质上就是把这个赎罪变成了金钱交易，严重违背宗教伦理。结果呢，直接引爆了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甚至还有更离谱的，14世纪的时候，教廷被法国国王控制，连续7任的教皇都是法国人，还被迫搬到法国阿维尼翁住了将近70年，史称阿维尼翁之囚。罗马教廷成了法国王室的棋子，整个都是威信扫地。所以你看，梵蒂冈的历史并非只有圣歌与祈祷，也有丑闻，也充满了政治交易、家族斗争跟权力倾轧。这个为我们那个特朗普教皇的荒诞的剧本提供了一点点，真的只是那么一点点历史的注脚。那么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包袱跟权力游戏的舞台，如果迎来了特朗普这样一位外来的闯入者，又会是怎么样一番景象呢？首先，特朗普跟天主教到底有什么梁子？他呢自称是长老会的新教徒，但是言行经常让传统的这个基督教徒捏把汗。比如说，他就曾经公开说自己从来没向上帝请求过宽恕，因为他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这个在强调忏悔、强调认罪悔改的基督教文化里面简直是桀骜不驯。但哪怕是这样，他依然赢得了不少福音派领袖的支持，比如说杰里·法维尔2世。特朗普在白人福音派人士当中获得了非常强力的支持，支持率高达 72%。他呢跟天主教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哈。2016年，教皇方济各批评他想在美国跟墨西哥的边境建墙的这种想法是不基督徒的行为。特朗普立马回怼说，宗教领袖质疑别人的信仰非常可耻，还放话说 ISIS 打那个梵蒂冈的时候，教宗就该希望我是总统了。这个真的是火药味十足。
不过这一次冲突其实也预示了特朗普如果真的有机会执掌教廷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种风格。特朗普2017年的时候其实访问意大利去了梵蒂冈，专门见了方济各，那张著名的合影我们看到教宗方济各的表情是一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一脸的黑线，但是特朗普一家倒是笑容满面，对比非常强烈。尤其是他偷偷的去勾搭教宗手手的这个小动作，真的是瞬间火遍全网。虽然私底下两个人还是交换了礼物，表面上大家也都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但其实两个人理念上的巨大鸿沟是怎么样都藏不住的。如果特朗普真的当选教宗，有机会与自己曾经激烈交锋的这个方济各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这个角色互换的话，这样一种非常戏剧性的灵魂互换的这种桥段，无疑会为历史平添一笔非常搞笑的黑色幽默。好了，大戏准备开演了。一个自称从不认错，跟方济各曾经公开叫板，然后深谙媒体运作跟交易艺术的美国总统，现在我们假设他的第二个任期刚刚好结束了，蒙上帝恩宠，然后让子弹曾经擦脸而过的这个老川，上帝可以说对他宠爱有加，所以决定让他继续为罗马教廷发挥余热，让我们运用超能力把他植入到那个与世隔绝、充满了古老仪轨的教皇选举密室，那个画面想想看都觉得实在是太美了。如果特朗普真的闯入了教皇选举的秘密会议，我估计西斯廷教堂几百年的这个寂静会瞬间被打破，没准老川会对着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壁画怒吼，这是一场被操纵的选举，说不定还会偷偷用手机发推直播投票的进程，现场的这些枢机团的主教应该是完全摁不住他。更滑稽的是，传统上梵蒂冈会以黑烟白烟来示意选情的结果，但新的教宗一旦选定，特朗普肯定会要求来点特别的，给我来点金色的，对不对？所以烟囱里冒出来的肯定不是白烟或者黑烟，只能是金色的焰火，然后伴随着一场真人秀风格的荒诞的选举秀。当然了，按照教会法，只有红衣主教有选举权，而且当选者必须是受洗的天主教男性。理论上来说，特朗普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罗马教廷历史上选出非红衣主教的情况实际上是极其罕见，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过。最近的一次破例应该也是600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既然是思想实验嘛，那我们就假设有那么一撮保守派的红衣主教，比如那位曾经公开支持过特朗普的美国籍的伯克书记比如说这些人他们真的提名了特朗普，这样一种情况底下，说实话，特朗普未必一定会输。毕竟我们知道有 56% 的美国天主教徒都曾经把票投给了特朗普。我相信特朗普面临的选情应该是这样教宗方济各他是在世的时候大幅提拔了这个亚非拉地区的枢机主教，然后他使得欧洲籍的选举人比例降到了 40%， 而且被方济各所册封的红衣主教占到了有投票资格的这个人士的 80% 的比例。那所有这些人其实都非常倾向进步主义立场，他们不会喜欢特朗普。但是呢，教会内部其实也一直存在以这个传统主义保守立场为导向的反方济各的联盟。他们认为一个像特朗普这样充满个人魅力的政治强人是有能力能够扭转方济各治下的这种自由化的路线，能够用铁腕捍卫教会的传统信仰，与这些自由派的世俗势力来对抗。所以呢，说不定上帝会再一次的显现神迹，奇迹般的让我们的特朗普当选。到时候只怕教会上下会忙着怎么样在数日之内火速完成给特朗普施行洗礼、监证、祝圣神父和主教头衔而忙到抓狂。因为按照天主教的法规，新教宗必须由主教敬牧。所以一旦我们的教宗特朗普诞生，他会如何治理梵蒂冈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如何领导全球14亿天主教徒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演。第一个就是财政跟这个商业帝国，这个是特朗普的经济蓝图。我们知道梵蒂冈虽然很小，但掌管着
庞大的全球教会资产网络，教廷的核心金融机构是那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宗座财务处俗称梵蒂冈银行，但也经常爆出丑闻，比如说跟黑手党勾结、洗黑钱什么最近还有一个红衣主教因为挪用了教产投资伦敦的豪宅被判刑，所以教廷本身呢，其实也经常会有非常严重的财政赤字。但特朗普这位商人出身的教宗，如果看到这种情况，估计会立马撸起袖子搞这个宗教改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会把商业上的那套东西引进来，比如说他会大刀阔斧的砍开支然后像管理公司一样管理教廷还有一些非常激进的创收的措施，比如说考虑出售圣彼得大教堂的冠名权，比如说发行限量版的教宗特朗普纪念金币比如说授权 Netflix 拍教宗的一天真人秀，甚至更搞笑，当然也不是不可能，他可能会搞一个现代版的这个赎罪券，当然这一次他会命名赎罪金券，你捐款500万美刀，教宗特朗普会亲自为你赦免所有的罪过，保证直通车能够直达天堂。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愿意打包购买老川设计的美国金卡跟他的赎罪金券，那你过去的罪孽一笔勾销之余，你移民美国还能够免税，只要888万，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这个绝对是华盛顿跟梵蒂冈的双赢。另外的话，他肯定会想盘活这个教会在全球的资产，把他们拥有的这个无数的教堂学校、医院、地产整合成一个更紧密的宗教财团。闲置的修道院可以改建成特朗普高端酒店，打造天主教的全球媒体网络，可以跟 CNN、BBC 抢头条。他还可能会把美国那种巨型的教会这种商业模式里面，比如说包括了很大的场馆、电视布道、网上的商店，所有这一套都引入梵蒂冈。想象一下，我们这个教宗特朗普亲自主持一场全球同步的几百万人参加的电视马拉松募款活动，这个一定是非常容易上头条的这种新闻。另外的话呢，我相信他一定会用新的科技手段来传播教义推特制教，甚至做一个网红教宗。我们知道教宗方济各已经算是社交媒体达人了，他的推特粉丝加起来有几千万，但跟1亿多粉丝的特朗普相比，他就只能算是个弟弟了。人家特朗普可是推特之王他如果当了教宗的话，我相信教廷官方的账号会马上换一个画风，比如说会发这一条推特：今天梵蒂冈通过了一项很棒的决定，某些反对我的人很不高兴，你们都知道是谁，但我会继续让教会赢 ，fight fight fight。所以老川可能会设立宗座新媒体部，要求主教们天天拍短视频搞直播问答，他本人可能会随时发推对某一个非常复杂的神学问题发表最高指示，让全球的神学家跟信徒瞬间炸锅争论这到底算不算是宗座的正式的教导。好处呢，当然是教宗跟教会从此所有的议题都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天天上热搜。坏处当然是这个庄严的信仰，这些会被碎片化、娱乐化，甚至被断章取义引发混乱。然后呢，我相信我们这个有着做总统跟成功商人这个经历的特朗普，一定会用非常市场化的思维来看待天主教在全球的信仰扩张。因为当前的话，全球天主教徒有14亿，呈现的是南增北减的一个格局。拉丁美洲仍然是最大的天主教聚居地，然后全球信徒将近一半。非洲的话，这个天主教徒增长非常迅猛，现在已经到了 20%。亚洲天主教徒人口大概是 15%， 主要集中在菲律宾跟印度。然后欧洲教徒的比例呢，已经从1个世纪以前的 65% 骤降到了如今的 20% 左右。这个意味着教会未来的重心正在继续向南半球转移。那所以教宗特朗普可能会用非常纯粹的商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版图拉美是我们最大的市场，非洲是增长最快的市场，欧洲呢是需要振兴的成熟市场。
他肯定会要求各地的主教提交业绩报告啊，信徒增长率啊，教堂建设的这个数量等等，他会非常热衷搞各种大型的造势活动，比如说在非洲整一个100万人大弥撒，然后把自己打造成首席的信仰推销员，这个可能会吸引很多媒体的眼球，但是也可能会让这个深刻的一个信仰传播变成了一场非常肤浅的营销秀啊。当然，特朗普本人应该会相信可以用外在的成功证明内在的真理，他会非常欣赏那些布道家在人山人海的灯光啊璀璨的体育馆布道的这种场景，因为那个代表信仰的胜利与强大。所以聊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如果特朗普真的当了教皇，你觉得他会先大刀阔斧的改革财政，还是会先拿起手机推特之交，又或者他会优先处理跟哪个国家的关系呢？那刚才我们聊到了教宗特朗普可能会在内政、经济、传播上搞出很多新花样，但其实真正能够引爆全球关注，甚至可能会引发剧烈动荡的，肯定会是在外交舞台跟处理教会内部权力上的特朗普风暴。首先第一个就会是中梵关系，这个其实本来是一笔极其复杂难解的历史旧账，从1951年断交到中国天主教地上与地下教会的长期分裂，然后再到2018年方济各教皇与北京签署那个备受争议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这个协议本身就会让很多人都不满。现在想象一下，换到我们特朗普这位对华强硬派来当教宗，他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呢？首先他肯定会直斥2018年的协议是历史上最烂的协议，要求重新谈判，拿回教宗对于主教任命的全部权利。他可能会进行极限施压，对不对？公开抨击中国的这个宗教政策，高调会见地下教会的代表，甚至打出台湾牌，提升这个梵蒂冈驻台代表的级别，或者是派特使访问台湾，以此来刺激北京。当然也可能会使用他这个交易的艺术，出人意料的尝试跟北京高层搞一个大的交易，比如说邀请中方领导人访问梵蒂冈，然后开出条件，全面宗教自由换取中梵复交等等。当然这个条件肯定没那么容易被中方接受，对不对？但是不管用哪种方式，我们的教宗特朗普都肯定会让原本比较脆弱的中梵关系瞬间从冷和平变成热对抗。北京会怎么样对付这位曾经的美国总统，现在的宗教领袖，我们另说。但是非常可以肯定，全球媒体恐怕从此以后要天天追着这个梵蒂冈兑现北京的这个连续剧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这种强硬也未必完全是个坏事毕竟嘛，可以完全打翻掉现在的一些秩序，外来的这个冲击有可能会打破当前的这个僵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上台可能会导致这个梵蒂冈的国际外交舞台会非常的撕裂，因为我们知道梵蒂冈本身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教宗呢既是宗教领袖也是国家元首，那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当会是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大国的前总统成为全球的宗教君主。这个会带来一个非常搞笑的情况，比如说如果是美国的现任总统会见教宗，然后发现是自己的前任总统，那这个外交礼宾会非常的尴尬。然后你说教宗特朗普会不会利用他的这个身份继续干预美国国内的事情呢？不好说。然后教廷其实有几百年的中立传统，但是特朗普如果一旦上台，这个传统可能会被抛弃，他可能会公开站队，拉踩各国，然后把梵蒂冈变成是他个人政治议程的一个延伸。然后呢，这个天主教与其他宗教的这个关系也可能会发生巨变说不定他会特别欣赏普京跟俄罗斯东正教这个领袖基里尔的这个强硬，跟他们搞一个所谓的保守基督教轴心，然后声称要联合捍卫真正的基督教文明跟基督教的精神，对抗世俗的自由主义。不过代价肯定是会彻底得罪乌克兰跟自由派的这个东正教的派别。然后这个教宗特朗普肯定会深受美国福音派保守派的欢迎，会形成跨宗教的这个基督教右翼联盟，共同反对这些什么堕胎同性婚姻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也肯定会加剧与欧洲天主教跟新教自由派的一个对立。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教宗方济各他曾经辛辛苦苦建立了一个跟伊斯兰教的一个对话桥梁，但他这个桥梁很有可能会被这个新的教宗特朗普的一个强硬的言论彻底摧毁。比如说
特朗普可能会重提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然后导致这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世界重新回到非常紧张的这个关系当中。那我们不要以为就是代表神权的这个梵蒂冈，它内部全部都是像表面看起来一样神圣，一样这个一团和气方济各他出身的是比较自由主义的这个耶稣会，然后其实有汇聚保守派精英的主业会，还有其他各种修会跟势力是在罗马教廷盘根错节，内部的情势是特别复杂。而特朗普这位空降而来的这个梵蒂冈的局外人，很有可能看不惯也不惯着这些深层政府要来一场排干梵蒂冈沼泽的运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教宗特朗普肯定会打压他看不惯的那些派系，比如说进步的耶稣会，重用对他效忠的保守派，比如说主业会，然后教廷高层一定会上演一些 You are fired 这种戏码，然后必然会打破原先以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为核心的这样一种决策模式。那如果他的做法过于出格的话，会不会有红衣主教或者主教团公开站出来反对他？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这种对立教皇并存的这种分裂局面。所以教宗特朗普的个人魅力和他或许比较出格的一些民粹手段，会不会动摇天主教2000年来的这个圣统治根基呢？不知道。所以你看，中梵关系告急，美梵关系非常诡异，基督教世界内部四分五裂，然后与伊斯兰世界战火重燃，梵蒂冈内部上演宫斗大戏。所以这一位教宗特朗普简直是以一己之力能够把整个教会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不过认真说其实特朗普是有能力能够团结不同教派的保守力量，他势必能够巩固跨教派的保守阵营，导致与自由阵营的这个对立，最终可能会导致基督教世界内部出现新的对抗的这种形式。他这次的轴线不再是按照过去宗派划分天主教对新教，而是保守派对自由派，然后建立一个保守派的跨宗教联盟。这样一种情况是大概率会发生的。所以这一趟教宗特朗普的疯狂之旅，有没有让您觉得信息量过载，然后又有点哭笑不得呢？其实学界对于民粹主义跟人格崇拜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虚构的教宗特朗普现象提供一些思路马克思韦伯曾经提出过这个魅力型权威的这个概念，他的意思就是说，某一些领导人凭借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号召力就能够获取追随，而不需要依赖传统的权柄法理或者传统继承。特朗普在美国政坛的崛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不是体制内培养的政客，但是却能够通过个人秀圈粉无数，最终2次直登总统的宝座。所以如果特朗普做教宗，他一样也会依葫芦画瓢。我是打破梵蒂冈裙带关系，我愿意聆听普通信众声音的教宗所以我们今天把一位以交易和赢作为最高信条的商人，一位极具个人魅力和善于利用社媒平台的政客，摆上那个本来应该象征谦卑、服务和超越一切世俗价值的这个教宗宝座的时候，这两个事情结合在一块儿产生的化学反应是极具讽刺具效果的。这种讽刺的效果是可以拉满的。但这个思想实验呢，它的意义不在于说嘲笑特朗普，或者我们非常猎奇的去想象梵蒂冈到时候会面临的这种混乱。教宗特朗普的这个假设或许永远不会发生，但揭示的那些张力，比如说神圣与世俗的张力，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权力与信仰的张力，个人魅力与制度理性的张力，所有这些却真实的存在于这个非常复杂的世界里面。这个思想实验让您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产生了哪一些更深层次的反思呢？在这个世界，信仰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非常感谢您能够耐心看完这些视频。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有点意思，请千万不要吝啬您的点赞跟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这里是艾森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